印巴冲突突然停息。特朗普说是他斡旋下达成的停火协议，对此我想很多人将信将疑，真的是他的功劳，还是他在邀功领赏？很可能是后者。印度一向自信心爆棚，这次巴基斯坦得益于中国传授的看家本领，使用了中国全套技术，打了一套漂亮的组合拳，硬是胖揍了三哥一顿。其实最想停火的应该是三哥，现在有人从中斡旋，正好给了三哥一个体面的台阶下。巴基斯坦也不想打规模战争，见好就收，所以通过第三方斡旋，停火就很容易达成。因为三哥知道中国是跟巴铁一块的，在三哥眼里，中国并非中立的一方，所以在这件事上，可能中国调停的效果还真不如其他第三国。各位，今天我们纯瞎掰，可能中国还希望借巴基斯坦再测试一下自己的武器系统呢，比如说再搞几个回合才停火也不迟。纯猜测，大家不要当真。就像任何事一样，停火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而又演变成更大的冲突。现在我们来看看德国《时代报》的报道，巴基斯坦和印度达成停火协议，经过夜间交火后，印度和巴基斯坦就立即停火达成了一致。本次调停由美国主导，唐纳德·特朗普宣布了这一成果。巴基斯坦和印度达成停火协议，巴基斯坦外交部长伊沙克·达尔在社交媒体 X 上宣布了这一消息，印度方面也证实了停火协议的达成。此前，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率先在社交平台真理社交上发布了消息，称在美国的斡旋下，两国已同意全面立即停火。他写道：“我祝贺两国展现了明智的判断力和非凡的智慧。”德国也敦促双方缓和局势。就在数小时前，印巴两国再度爆发冲突，并互相指责对方在持续数十年的喜马拉雅地区克什米尔争端中升级紧张态势。此次交火由4月22日印控克什米尔地区造成26人死亡的袭击事件引发。印度指控与巴基斯坦有关联的穆斯林极端分子制造了这起袭击，而巴方则否认牵涉其中。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也积极推动停火协议达成。卢比奥的发言人表示，在与印巴两国外长及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的单独通话中，卢比奥敦促冲突双方恢复直接沟通渠道，要求双方必须找到局势降级的方法。卢比奥还表示，美国愿意提供协助，以促成建设性对话来预防未来冲突。中国也呼吁这两个邻国保持克制。德国和欧盟委员会同样敦促双方缓和局势。周五，七国集团外长向冲突双方发出声明，军事冲突进一步升级将对地区稳定构成严重威胁。他们呼吁双方本着和平解决的宗旨展开直接对话。夜间爆发激烈交火，据巴基斯坦方面称，印度军队夜间使用导弹袭击了巴方3处军事基地。作为回应，巴基斯坦向印度一处空军基地发动导弹攻击。巴基斯坦控制的克什米尔地区当局表示，印度夜间炮击造成11名平民丧生。本轮克什米尔冲突已导致超过60名平民死亡。巴基斯坦民航局周六宣布关闭全国领空至周日下午，所有航班暂停运营。印度方面则暂时关闭西北部32个机场。克什米尔争端已持续数十年，自1947年印巴分治以来，喜马拉雅山区的克什米尔始终处于分裂状态，两国均宣称对该地区拥有完整主权，并曾为争夺这片山区爆发过2次战争。好，我们看网友评论。第一条评论：看来明事理的人还没绝迹嘛，好在局势暂时没有进一步恶化。继续往下，所幸的是，这两个国家并不像俄罗斯那样奉行领土扩张主义。再往下，既然这话是特朗普说的，那可得留个心眼，这家伙一张嘴就谎话连篇，所以实际情况可能是特朗普声称巴基斯坦和印度达成了停火协议。下一则，
特朗普是这么写的？要我说，是不是该先问问这两个国家的说法？继续往下，这算是个什么世道？现在谁还想打仗呀？除了绿党那帮人。再往下，太好了，这两个国家都面临着共同的残酷敌人——贫困和气候变化。与其相互对抗，不如将资源用于应对这些真正的挑战。下一则，这是为数不多尚未导致世界阵营分裂的冲突。绝大多数与冲突双方结盟的国家都高度期待和平解决，至少不愿看到局势升级。正因为如此，我认为这个冲突完全有可能找到一条基本和平的解决之道。继续往下，这是个好消息，希望两国能保持理性，不要被民族主义情绪冲昏头脑。再往下，两国政府根本无心开战，这正是与普京的不同之处。德国之士点评一下，前面有个网友提到普京，现在又有个网友提到普京，看来在德文当中，仇视普京的、不喜欢普京的或者不喜欢俄罗斯的这个比例很高啊。这也许呢与德国2战输给了俄罗斯有很大关系吧，他们心里可能愤愤不平。好，继续往下。据巴基斯坦方面称，印度军队连夜用导弹袭击了巴方3处军事基地。作为回应，巴基斯坦随即向印度1处空军基地发动了导弹攻击，然后不到6小时就偃旗息鼓了，这未免让人觉得蹊跷。再往下，这两个国家谁都无法赢得战争，却能让彼此付出惨重代价。当冲突不断升级时，双方终于意识到这一点，想必他们当时很乐意接受华盛顿的调停，这样就不用纠结该由谁先停火这个难题了。下一则，干得漂亮，美国，该夸就得夸呀。继续往下，希望即便在特朗普的搅局下，双方仍能达成和平解决之道。再往下，特朗普以相当非传统的方式插手了印度、巴基斯坦、以色列、巴勒斯坦及其他俄罗斯、乌克兰等多场冲突。令人惊讶的是，这次他居然首战告捷。试想，若其他国际冲突也这般被他调解成功，他不就是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候选人了吗？我们看跟帖，那诺贝尔和平奖的含金量还不如一根爆开的烤肠。看下跟帖。不过，向巴基斯坦和印度施压的恐怕远不止特朗普一人。此次印度空军遭受的损失，若与其他国家的军事行动相比，要么说明巴基斯坦防空系统表现出色，要么暴露印度空军的不足。或许双方终于意识到，核武领域他们势均力敌，因此我们只能期望双方保持理性或恢复理性。至于谁将摘取和平桂冠，不妨留给历史评判。下一则，毫无疑问，唐纳德·特朗普绝对是个奇葩人物。不过，我倒是有点相信他对国际和平的兴趣，这多少让人安心点。至少，我觉得不用太担心他会一时冲动按下核按钮。看跟帖，所谓和平，前提是美国不卷入其中。他可是多次威胁要消灭胡塞武装，这听起来可一点都不像追求和平哦。继续跟帖，你搜下特朗普说过，既然我们有核武器，为什么不用呢？看到这种言论，我对你的结论可就不那么确定了。下一则，针对报道中的这句话，特朗普发文祝贺道：“我为这两个国家的健全理智与卓越智慧点赞。”然后这位网友说：“哎呦，他这是不小心划出的一句聪明话，得赶紧重新戴上小丑面具，不然连最迟钝的人都要发现，能2度当上世界最有权势的人，怎么可能真的没点脑子呢？”看跟帖，这位史上最伟大军事统帅哪需要什么智商？只要有人脉网络、一堆马屁精和投机客，再加上没受过教育的选民就够了，
能在赌场上生意破产的人，能聪明到哪里去？继续往下，值得庆幸的是，双方总算达成了停火协议，尽管可能只是短暂的。其实这完全在我意料之中。巴基斯坦军政领导层再次成功凝聚了民心。考虑到该国岌岌可危的经济形势，参见2022到2024年巴基斯坦经济危机，这确实是当务之急。印度自然也有自己的问题，但经济状况确实明显好得多。再往下，他总算说了句人话，万斯甚至还补刀说，这场冲突关我们屁事。看跟帖，瞎猫也能撞上死耗子。我认为主要是经验丰富的美国外交官做了调停。万斯明确表示，美国要完全置身事外，而特朗普明明没有亲自参与，却把停火功劳全揽在自己身上。下一则，对中国来说，这是何等的羞辱！就在自己后院，那个无能之辈特朗普竟在短短时间内就促成了印巴停火。跟帖，我才不信这套呢！特朗普那张嘴能吹出花来。我们看最后一条评论，真没想到美国居然到处当起和事佬，在乌克兰、在克什米尔等地经历了越南、伊拉克那些事之后，这简直难以置信。希望印度和巴基斯坦能抓住机会，体面地退出这场冲突。好，各位，看来不少网友不太相信特朗普真的从中斡旋了，很可能是把别人的功劳抢过来了。这种人的人品相当的坏，自私自恋，毫无道德底线，好像这也是他那个国家的整体写照。不知道各位你们怎么看？好的，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见。